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个叫 Vesta 的这个晶体结构的一个展示和创建的一个软件。它是一个免费软件，但是呢，使用的是非常广。我们通过使用这个软件，可以在学习晶体结构的时候有一个很直观的这个东西，然后呢，帮助大家理解晶相、晶面，还有后面这个配位数的时候，你都可以使用这个工具帮助你去理解和学习。首先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先把这个动画关掉，关掉之后，你就可以使用鼠标来操作它。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展示的几种方式，这个是一个默认的展示方式，叫做这个球棒方式的。还有一种呢是这个空间填满，是吧？它把这个原子都相接了。这两种呢是非常常用的，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，你使用这两种方法，这两种展示方法，你可以看出来很多东西。后面几种呢，八面体结构和这两种是不是很常用的？那这个展示的方法就是这么几种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看这个属性栏里面可以改动一些东西，是吧？这个大家现在呢也不用去改，大部分情况这个是不用去动的。但是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boundary， 那么它是展示这个，目前我们现在这是一个晶包，那你如果有的时候，比如你想知道这个边上的这个原子，它周边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，但是你现在感觉看不到，是吧？因为它在这个里面。那么我们可以把它这个晶包全部沿 x y z 扩大1倍。那么这个不一定必须是整数，你可以填 1.5 1.2 都可以，而且也不需要都相同，你可以2个2 1个1，这些都是独立的。那么我们一般呢，把它全放大1倍来观察一下。那么这个是 x y z 分别是2倍时候的情况。这个 boundary 呢，还有一个功能是我们可以让它切掉一部分，那么做一个切面。那么切面的话，使用这个 new。那么在学习了晶面指数之后，你就知道这个1100 110这都是指的什么面。我们假设切掉一个110的面，现在让它看一下。那么这个是切掉110一个面以后，它变成这个样子。我们先把这个去掉。这个是这个 boundary 的一个功能。那么这个 orientation 我们也不太用，那么是它沿哪个方向去看它，是吧？然后第三个呢，这个 objects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选择你需要看什么。我们比如现在说不要看原子，我们可以把它去掉。我们不看键，可以把它去掉。那么这个是多面体，我们不管。然后呢，我们下面呢，有的时候这个原子会非常复杂，里面很多种原子。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只看哪一种呢？我现在只看氯，就这样把这个 V 就是 visualize 这个去掉，是吧？那么只看钠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个 L 代表的是，这个 label 就是上面的这个标签，就把这个去掉，把这个标签去掉。那么这个呢是说选中，是吧？我现在选中这个钠，那么它为什么有2个钠？这个上面这个钠是选中所有的钠，下面呢这个是因为我们这个结构中的钠它的位置只有一种，所以说下面只有一个。有的时候同一个元素它会出现不同类型的这个不同位置的，那么它会分开，我们就可以选出来它单独的哪一种类型的。那么这个是选择它。这个是这个 objects 这一块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左边栏的一些功能，这个是默认的鼠标的这个拖动功能。然后呢，这边是选择，比如说我可以这样选择好几个，那么也可以点中一个选择一个，或者按照 Shift 选择多个。这个是选择功能。然后呢，下边的这个是一个距离的功能，是吧？从这个钠到这个氯，它的距离是多少？那么在这个位置 output 这个地方来看它的这个距离，那么钠和氯的距离2.82，是吧？2.82个 angstrom，
这个是看距离的。那么这个呢是看夹角。那么我们选择3个钠、氯、钠。那么它给你展示的这个 Phi 的钠氯钠呢是90度，是吧？这是一个90度的角。这个是我们左侧栏的这几个常用的，下边的这2个不太用。那么如果我们想知道一个新的一个结构的这个晶体呢，我们有一种导入一个结构的方法。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数据库，是吧？数据库呢，我们打开这个数据库，那么这个数据库呢，它把这几种晶体的做了一个分类，是吧？分几大类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，找一下这个元素，是吧？看一下纯元素的这个晶体类型。我们看一下，比如说硅吧。那么这个是硅的这个结构。那么这个硅呢，还算比较好看，它应该是一个面心立方结构，是吧？那如果说有的时候你新遇到一个晶体结构，但是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晶体类型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看下边的这个 summary 这个地方，它会告诉你这个空间群的这个类型是 FD3M。那么空间群一共有230个，那么我们可能不一定能马上知道这个 FD3M 的意思的话，那你也可以直接来找这个序号227，也就是它在230个里边对应的序号是227。那么这个 Vesta 里面它有一个新建结构的这个功能，那么你在新建结构的时候，你就会要求你来选择你这个结构的空间类型，是吧？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地方来寻找它这个数据库。那么我们这上边呢，这个是分子和这个自定义，下边呢这就是7大晶系了，是吧？这是7大晶系的三协、单协、正交、四方、零方、六方和立方。那么你每点亮每去点一个的话，它会把这个序号里相对应的这些东西点亮。那么不亮的就是灰色，那么亮的呢就是这个晶系对应的这些序号存在的这些情况，是吧？那么如果说我们去寻找一下刚才这个硅，它说是227，那么我们也可以直接到这边来找227。我们直接点227，那么它自动把这边的这个立方的结构给点亮，那说明它是一个立方结构。那么前面的这个字母 F 呢，代表的它的意思是这个面心立方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功能来寻找这个未知的一个结构，它具体是一个什么类型。那么这些呢，就是这个 Vesta 的一些基本的使用。那么它能帮助大家在以后学习晶体的时候，更直观的去看到它这个结构是一个什么样子。